普通的下水如何成为餐桌大菜？猪油渣煮粥竟能成为一道流传100年的美味？杨百药又是什么黑暗料理？食之难忘，回味无穷。看杂碎如何诱惑味蕾，成为老广的心头好。老广的味道之杂碎诱惑。杂碎俗名下水，它是动物内脏的统称，也指各种肉类边角料。天底下没有什么食材比杂碎更毁誉参半了。爱不爱吃杂碎，大概是区分人类饮食偏好最直接的方式。在物质不丰的年代，杂碎是不可多得的荤腥，更是老广们面对逆境的乐观精神。吃廉价的食材，也要用出神入化的做法，烹饪出万千姿态。猪作为6畜之首，是最早被人类驯服的动物之一。猪大肠大概是杂碎界争议最多的食物，自带奇异之味，有人爱到狂热，有人避之不及。但那软糯又劲道的质地，总能让臭味相投的食客牵肠挂肚，也成为吃货们的对接暗号。广式脆皮大肠得先用卤水驯服得毫无怪味，再接受油锅的高温洗礼，逼出多余的油脂，外皮金黄酥脆，趁热吃是关键。丰腴的汁香填满口腔，脂肪和蛋白质在唇齿间翻滚吃缠，仿佛吃口大肠，荡气回肠。作为一种重口味食材，在潮汕地区，大肠被卤制的命运自然是逃不掉的。不过，在讲究粗料精做的潮汕人手中，肥肠经常以另一种姿态出现。我们今天教大家溜的这个主题呢，就是说喜鹊报喜。溜这个地方呢，等一下我们可以溜这个牛爪。潮州不仅出产美食，还盛产众多潮菜师傅。每周，方泽生都要在职业技术学校给学生们上课。当一名合格的潮菜厨师，少不了扎实的基本功，雕花摆盘便是必不可少的一项。一个普通的萝卜，在方泽生的手里几经翻转切雕，3两下就能成为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鸟。外國用điện đơn lại không? À, chứ hả? Chứ有點解就有了。啊哈，來刮回得刮什麼？做農村虎肚呢，就用這一節比較折一點的腸，它做起來比較好看，不會有這個皺紋這些。其實，下了課堂的方澤生，主業是一名廚師。30多歲的他，已經是國家級的烹飪大師。廚藝精進是一個常學常新的過程。为了保持对烹饪的创新和敏锐度，方泽生平日里待得最多的地方，除了厨房，就是菜市场。猪大肠和鳗鱼，这2种看似毫不相关的食材，便是方泽生今天要学做的龙川虎肚的主要材料。被潮汕人称为乌尔蛮的鳗鱼开好肚，顺着主骨剖开。取出鳗鱼肉，切成小段儿。作为家里的第5代厨师，方泽生从小在厨房耳濡目染，如今一有空就找家里的老师傅方树光学做传统菜式。要得等，人买较等，因為cái店落店嘅時候就迄個。白肉、生頭只個應該更溫嘅改醬落去，伊使到整條整個菜做起來嘅伊味覺伊就係更溫。參透點啲白肉丁落去呢是起到整個伊係焗，呢個質嘅。生頭是倒到是真香，即係佢啲紅口對對，即係這個紅口呢伊是袂入水嘅。
制作龙川虎肚步骤繁杂，填好的猪肠焯水后，还得抹上老抽增色。用5到6成的油温淋炸猪肠，炸至金黄。最后再用酱料焖煮一番，让鱼肉吸收内脏的风味。传统炒菜对美的追求是极致的，摆盘的形状、数量也有严格要求。摆好后，淋上准备好的芡汁，鱼肉和肉香相互渗透，鳗鱼为龙，猪肠为虎肚，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川虎肚才算大功告成。另一道传统名菜干炸干花，用料的关键是其中的猪肝和猪网油。这先落出来，落后做这先，喺度全部先。佢这种刀就是起到就解去掉对干臭土这个味。拍呢個膠硬，或者講喺條打，因為本身對乾係最貴嘅，所以必須要條打。依只揀依來落，咁個卡切它來包，會水毛粉。每个工序背后都是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总结。这些被行家称为手工菜的传统潮菜，哪怕最普通的用料，做工都极其考究，很是考验厨师的手艺和修养。但因为原料卖不起高价，加上繁复的工艺，已面临着手艺失传的风险。炸好的干花综合了马蹄的清甜、虾滑的鲜口，猪肝的干香在味蕾上萦绕许久。来，这个，这个打来。这个就叫做干炸干花。干炸干花呢，到最后这个菜呢已经是接近40年地少无人做，所以咱今日做练呢，把将伊的色吞落这个呢，给抹出来，让炒咱来个吃头就。传统嘅潮坑菜都有这难做。有只菜啊，60至10個簡單呢，到現在我點到上地這個菜啦。许多旧时潮州沿袭菜，主料都是平时不起眼的内脏，但厨师的巧手仿佛会施展魔法，总能将被丢弃的边角料推上登堂入室的大菜宝座。作为新一辈的潮菜厨师，方泽生希望能向老一辈多取经，把传统潮菜继续延续下去。在他们的眼里，食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在于是否惜才善用。潮菜的讲究就如同潮汕人日夜冲泡的功夫茶一般，喝上一口，你就会忍不住赞叹：真功夫！与潮州毗邻的汕头，小吃遍地。在吃杂碎的路上，却是剑走偏锋。有一道藏于汕头瓯厅小巷子里的美味，只有本地人才能找到。清晨6点，整条街还在沉睡，许君岳已经开始一天的劳作。做生意26年，许君岳只卖一种东西。那就是瓯厅传承了100年的独创美味——老破粥。现在那个菜个所有老姜沙个做起来，我来点个白个炖呢。好。离店不远就是瓯厅最大的农贸市场。不过许俊岳每天到这里来，只有一个目的：买猪肉，而且专门挑选带着肥油的新鲜五花肉。我那个配个，我配个来调下来，
有后腿包的，有五花肉，还有肚肉，不会太肥，不会太腻。在潮汕的食物语言体系中，劳指的是猪油，破是糟粕的意思，劳破便是猪油渣了。经济不好的年代，猪油和油渣是穷人的美馔，承载了人们对肉的无限向往。买不起肉，又馋荤腥，那就买点猪板油，能熬出一大碗猪油来。炒菜制饼加点猪油，味道立马迷人几个度。但劳破对于欧听人的诱惑，远不止于用来结婚。劳破逆袭的好时候到了。那个渣就不舍得扔掉，就拿来做油渣稀饭嘛。现在生活提高了，就买一些好的部位回来炸，这样吃起来会更好吃，不会太油腻。劳破在锅里滋滋唱着歌，慢慢熬成金黄。1斤五花肉出2两油渣，最后还得放进特制工具再压榨一番。鲜炸的劳破保质期极短，生意好时1天可以卖100多斤。许俊岳基本上1天就得炸1次。出于对劳破的珍惜，欧听人发明了煮粥的做法。许俊岳从父辈那儿接棒经营后，从街头小推车到开起小店，如今粮食不再短缺，但他们对劳破的热爱与讲究，仍然融进每一碗粥里。劳破提前泡开，加入煮好的鸡汤，油渣里的小孔吸附了汤汁。煮开后，还得加入1勺由10几种材料秘制而成的灵魂辣椒酱。辣椒酱是桂皮，还有蒜头，料加在里面，好几种调料。劳破粥好吃的关键，除了劳破的品质，另一个就是粥底。劳破粥用的全是糯米，想要煮得好，也是个技术活儿。慢火，然后放慢火，煮15分钟就行了，不停地搅动，它才不会粘锅。煮完要在这里停留15分钟，然后再搅拌一下，它这些米浆就没有了。一切准备就绪，锅里的劳破散发着油脂的香气，诱惑着食客从各方而来。1勺糯米，2勺劳破，少许辣椒汤，再加1大把香菜。许君岳早已练就了身体的肌肉记忆，忙起来也是有条不紊。早6晚6，小车前每天总有许俊岳的身影。生意好时，一站就是1整天。1天啊，也没怎么去算，那最少是3、400碗以上吧。那高峰的时候1、2千碗都做过，就是从早上到晚上就一直卖，都没停的。煮好的劳破粥一定要趁热吃，甜润滑口的糯米在舌尖温柔化开。劳破经过浸煮，肥而不腻，颤巍巍的肥肉边上带着一点尚未泡软的精瘦肉，焦香可口。细细吸溜一口热辣辣的汤汁，米香和肉香交织在舌尖，令人直叹相见恨晚。能吃辣的，再加1小勺辣椒，冬日里都能暖得冒汗。水食老，非常好。10多年了，真多食。开半人真吃人讲啊，有人吃。嗨哈 ，hello 哈。靠着这一碗劳破粥，许俊岳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。没有假期，这间几10平方的小店就是夫妻俩全部的生活。习惯了，累也是为了钱，为了生活嘛。把青春都献给了劳破粥了，有成就感。一辈子这还能够做这么一件小事，就是能让顾客吃我做的粥。
周末女儿回来，许君悦早早买了菜，家常菜自然少不了自家的劳破点缀。劳破与香菇炒出油脂，加入一点水和儿菜稍稍焖煮，儿菜吸收了劳破的香气，翻炒至变软便可以出锅。舀一勺猪油，爆香劳破，加入油菜，大火快炒，鲜甜脆。在许君悦这一辈的传承下，如今劳破已成为瓯厅人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而劳破也印记着潮汕人的性格，即使是做一碗粥，也要物尽其用，用有限的食材做出最好的味道。